Hello，大家好，我是一哥，欢迎来到 Love Sharing 爱分享。认知偏差可导致我们判断不精准，解释不合逻辑。上一期说了4个人类常有的偏差，还没看的朋友可以按来看哦。今天要来继续说说剩下的4个认知偏差，我们马上来开始吧。第5 Gambler's Fallacy 赌徒谬误。赌徒谬误指的是以为随机持续做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跟之前发生的事情有关，事情发生的几率会随着之前没有发生该事件的次数而上升。来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我们都玩过抛硬币的游戏，抛出的硬币不是正面就是反面。那现在来问问你，我们来玩10次抛硬币的游戏，现在硬币已经连续6次正面了，下一次会是正面还是反面呢？你可能会想，硬币已经出现6次正面了，风水轮流转，下一次很大几率是反面。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掉进了赌徒谬误的陷阱里，因为客观的状况是，不管硬币抛多少次，正反面出现的几率都是1/2，硬币是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转换的。在股票市场里，也有常常出现赌徒谬误，投资者会在股票连续上涨或下跌超过一个点时，非常有信心地认为股票会反弹，所以在股票涨到一定的价格后，他们就会卖出。第6 Confirmation Bias 确认偏误。确认偏误指人们会倾向于寻找能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对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更加关注，或者把已有的信息往能支持自己观点的方向解释，而忽视否认或反对自己的观点的信息。有个实验是这样的，实验人员说要对一个班里的孩子进行 IQ 测试，然后他们告诉老师 A 孩子能力很强，而 B 孩子比较弱，但实际上 A 和 B 的能力其实差不多。结果一段时间后， A 的能力真的比 B 强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师会为了肯定 A 比B 能力强，潜意识里对2个同学的关注度会不一样，教学方式可能也会有偏差，而师生之间的互动也会完全不一样，导致最后的后果也不一样。所以对老师来说，不在心里给学生分等级是非常重要的。在股市里，同一只股票 A 看涨 B 看跌，他们2个都能找到很多看涨或看跌的理由，甚至对于同一条股票的讯息，他们都能够做出相反的解释。第7 Optimism Bias 乐观者偏差。乐观偏差，或者称为不现实的乐观主义，是指人们认为和其他人比起来，他们不太可能经历负面事件，而更有可能经历正面事件的趋势。比如，很多人认为他们未来感染艾滋病、离婚或者自杀的可能性要小于他们的同龄人。相反，他们还认为他们在未来有健康的身体、工作升职、更富有等等方面要好过同龄人。乐观偏差在个人的风险意识中是一个流行的现象。举些例子，吸烟的人都相信自己不太可能得肺癌，大多数人在看到别人中彩票后都相信下一个中彩票的一定是自己，所以全部都去买彩票了。边玩手机边充电会爆炸，多喝奶茶会得糖尿病，哎呀，不会的啦。这些都是乐观者偏差的一些例子。第8 Mirror Exposure Effect 曝光效应。曝光效应指人们会对自己熟悉的事物产生喜欢。扎荣士 Jones 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让一群人看某间学校的毕业纪念册，并且肯定受试者不认识纪念册里出现的任何一个人。看完纪念册之后，再请他们看一些纪念册里面的人的照片。有些人的照片出现20几次，
有的出现10次，有的则出现1-2次。之后，他请看照片的人评价他们对纪念册里每一个人的喜欢的程度，结果发现照片出现次数越高的人，被喜欢的程度也会越高。这个结果显示，我们见到某个人的次数越多，就越觉得这个人招人喜欢。当然，一开始就让人感到讨厌的人事物，就无法产生曝光效应了。其实广告也是用了曝光效应，不断的让产品出现在你眼前，提高你对产品的喜爱，最后你就会去买这个产品了。所以大家记得分享爱分享的影片，提高一下曝光效应哦。现在来做个总结，人们常有的认知偏差。第5，赌徒谬误，指的是以为随机序列中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跟之前发生的事件有关，但客观上是没有关联的。第6，确认偏误，指人们会倾向于寻找能支持自己的观点的证据，并忽视反对自己观点的信息。第7，乐观偏差，指人们认为和其他人比起来，他们更幸运。第8，曝光效应，指人们对自己熟悉的事物产生喜欢，多次看到某人事物的出现后，会对它产生好感。知道了这些认知偏差后，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或善用这些偏差，客观的评估现实的状况，然后做出最好的选择。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是一哥，感谢收看，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留言分享你的宝贵意见，喜欢就按个 like， 想看更多爱分享的影片，请关注 Love Sharing 爱分享，最后记得点下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就这样咯，拜拜。